世界各国的街头美食，究竟哪国的最令人难以下咽？无论是日本的炭烤鱿鱼，还是美国的美式热狗，简直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当品尝到中国美食后，简直颠覆了小伙对于美食的认知。首先从小日子开始，这里的路边小吃平均价格约为6美金，并且这里的小吃极具创意，铁板章鱼丸到烤鱿鱼，各种小吃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。接着小伙将鱿鱼的内脏取出，表面撒上一些食用盐以及红酒白酒，稍微腌制片刻，以使得肉质更加入味。之后放入烤盘上进行炙烤，烤去鱿鱼上面多余的水分，表面再刷上一些酱料，插入一根竹签，这样一份烤鱿鱼便制作完成。之后更是邀请了一位日本厨师一起进行品尝，两人更是迫不及待地将鱿鱼送入嘴里，一口咬上去，由于鲜嫩的口感始终在嘴里不停徘徊，同时还非常富有嚼劲，并且得到了这位小日子的高度认可。之后要品尝的是印度美食，这里的路边摊平均价格约为 0.5美金。让人震惊的是，印度竟有超过500万个路边摊，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路边摊都要多。而最疯狂的就是这些调味料了。今天小伙制作的这道菜便是帕尼普里，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将这些薄荷叶放入搅拌机里，并且撒上一些孜然胡椒粉，再放入一些青椒进行搅拌，打成这种泥状即可。接着再过滤掉表面的叶子，将提前制作好的空心面皮里放入一些土豆泥以及适量的滤水，看着就让人极其反胃。之后两人赶忙将空心球挖个洞出来，里面塞入一些土豆泥，并且加入一些过滤好的滤水，将整个空心球直接送入嘴里，貌似口感非常辣。对于小伙的厨艺，三哥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不过对于这样难以下咽的食物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。下一道美食则来自我们东方大国，我国的街头小吃平均价格约为3美金。中国的路边摊文化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并且还有着路边摊发源地之一的称号。小伙先是揉了一个面团，接着在水里泡了2个八角，加入姜片、小茴香、生姜以及大葱，之后便开始剁肉馅，在剁好的肉馅里加入颜料、酒、香油，将浸泡好的调味水过滤出来，并且倒入肉馅里一起进行搅拌。可小伙并不会包包子，因此必须要借助一下这个器具才可以。不过看上去样貌倒是还算凑合。放入蒸锅里蒸20分钟，3个超大个的蒸包子便可出锅。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街头小吃制作起来的确非常困难。之后特意邀请了一位中国朋友一起进行品尝，甚至还教了他一些中文。包子。接着便拿起包子送入嘴里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肉的鲜嫩多汁，肉香与面香相互交融，让人回味无穷。美女更是给小伙打出了8分的超高评分。下一个评测的国家是英国，这里的街头小吃平均价格为9美金。先将土豆削皮切块处理一下，放入油锅里炸至4面金黄，这样一份炸薯条便制作完成。之后在面粉中加入啤酒后一起搅拌成浆糊，接着将鱼片裹满面糊，同样放入油锅里炸熟，并且炸至4面金黄，在面包上摆满薯条，挤上一些番茄，一份经典的三明治立刻出现在眼前。这也是专门为那些吃不起肉的人准备的菜肴。两人先是品尝了一份炸鱼排，酥脆的表皮夹杂着鲜嫩的鱼肉，双重口感咀嚼在嘴里还是非常美味的。而这份薯条三明治的口感则略显单调了不少，吃起来也并没有多么惊艳的感觉。同时这位老哥也给小伙的厨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眨眼间小伙来到了墨西哥，这里的街头小吃平均价格约为2美金。接着剥开3个新鲜的玉米，烧开锅中的水，并且将玉米用大火煮熟，串好一个竹签后，涂抹上蜂蜜以及奶油，之后找来一个盆将奶酪块掰碎，继续撒在玉米上，在表面撒上一些香菜叶，再挤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，这样一份路边小吃便制作完成。之后两人更是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由于加入了多种甜味料，这样的食物想不好吃都难。两人接连品尝了好几口，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可是这样的餐食制作起来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。接下来的街头小吃则来到了美国，这里的平均价格约为8美金。先是将香肠外面包裹2片五花肉，放入煎锅里进行加热，将两面煎至完全熟透即可。接着加进面包，再往里面加入一些辣椒以及一些黄油奶油，还可以加入香菜泥、西红柿或者泡椒、酸黄瓜，这样一份经典的美式热狗便可大功告成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餐食全世界的人们都非常喜爱。之后两人赶忙拿起一块热狗送入嘴里，煎烤过后的烤肠也变得紧实且有弹性，再加上面包的松软与淡淡的麦香，风味浓郁且平衡，给人带来了十足的满足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面对如此众多的街边小吃，你最喜欢哪国的呢？